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教大家如何使用 iPhone 的相机。不管你今天是拿哪一支 iPhone， 或者是哪一个版本的 iOS， 都是可以适用的。当然，越新版本的 iPhone 或者是 iOS， 它的功能就会越多。所以，如果你发现今天有讲的东西你的手机上没有的话呢，不用担心，那可能是因为某些功能是只有最新的 Pro 系列才有的。不过，大部分的功能都还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呢，就赶快看一下 iPhone 的相机该如何使用吧。那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讲到的是 iPhone 的相机有4种打开的方式哦。那最简单的当然是在桌面上面这边就直接会有一个 iPhone 的图标。那此外呢，第二种方式是透过控制中心哦，就是从右上往下滑，这边你就会看到相机的图示。例如说，你今天在某些 App 里面，你不想要跳回桌面再进到相机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透过这种方式进到相机。那第三种方式就是在锁定画面这边就有一个相机的图示，长按就会打开相机了。那第四种方式呢，一样是在锁定画面这边往左滑，就可以打开相机。那接着打开相机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界面哦。首先，当你今天在拍照的时候，发现它没有对焦到你想要拍摄的主体上面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点击。点击之后呢，它上面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黄色的框框。那黄色的框框右边会有一个太阳。那这个太阳就是可以让你调整曝光哦。例如说，你今天觉得说太暗或太亮的话呢，你就是可以往上往下调整。那如果你要切换对焦的对象的话呢，你就是可以再按别的地方，它就会自动对焦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最常用到的当然就是下面调整倍率的这个按钮哦。依照你使用的机型不一样，下面会有不同数量的选择。那以最新的 iPhone 15 Pro Max 来说，它下面会有4个按钮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最新的 Pro Max 它的1倍还有3个不同的焦段可以选择。那除了可以直接点击这些焦段来切换之外，你也可以长按，它就会出现这个轮盘，你就可以去进行更细部的调整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些按钮是什么东西哦。首先在最右边这个很多圆圈的按钮，它是原框照片的意思。原框照片会自动记录拍照前后 1.5 秒，也就是说它拍完之后它会变成一张动态照片。就是有时候我们打开 iPhone 的相簿，就是你会发现这张照片会动一下这样子，那个就是原框照片。那因为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它档案会比较大。那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？例如说我拍完之后发现它扎眼的话呢，我就可以进到右上角的编辑，这边就会有一个原框照片可以去选择不同的瞬间。那例如说这个我没有扎眼的话，我就可以按上面这个设为主要照片，等于说你事后还有更多调整的空间啦。因为在原框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原框照片的按钮，点下去有更多的特效可以选择。例如说你可以把这张照片设定成来回播放或是重复播放，如果是要发 Instagram 之类的话，就会有不同的特效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 iOS 17现在也有一个制作贴图的功能，那用原框照片就可以制作动态的贴图了。那再来我们看到左边的按钮，这边这个是闪光灯，点一下就可以关闭闪光灯。那另外呢，在比较暗的地方，你会发现它多一个按钮，这个是夜拍模式哦。那夜拍模式会长曝光来达到更多进光量。那其实它是可以调整它曝光的时间的。我们今天从下往上滑，它会出现另外一排的按钮，这边就有一个夜拍模式，可以去调整它的曝光时间。那现在最长是3秒钟，如果你今天手机是装在一个脚架上面的话，它最长可以让你选择到30秒。例如说你今天要拍星星、星轨之类的话，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长曝光哦。今天的影片灯箱是 Mac Easy， 我自己非常喜欢拍照，平常就是喜欢记录旅行或是生活，但是有时候一直拿着手机很累，尤其在外面手上有一堆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外出都一定会使用手机挂绳，解放双手。Mac Easy 的 Strap 挂绳挂片组有超多颜色可以选择，可以依据你的手机壳跟穿搭选择不同的风格，例如说蓝色啊或杏色都是一些比较日常好搭配的颜色，可以搭配浅色的手机壳。如果是深色手机，则是可以搭配比较跳色的紫色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条8.3mm的紫色，搭配白色手机也非常的好看。那这个挂绳的长度可以依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调整，可以挂脖啊，或者是斜背都可以。那它挂绳的五金呢是这种雾面的电镀材质，非常有质感。然后总共有3种五金颜色，搭配不同颜色的挂绳。然后上面呢有一些额外的扣点，可以挂一些随身小物，像是 AirPods 之类的。那挂绳会随附挂绳片，可以适用于任何 iPhone 或是安卓的手机。那这挂绳片的厚度是0.5mm， 不会顶到手机壳或是影响充电。那在旅行或外出的时候，常常会带着手机四处走动，如果搭配挂绳使用的话，拍照会更方便，就不用在包包里面找半天，也不用一直拿着手机，这样就可以腾出双手来做其他事情。那另外 Mac Easy 的 Elos 跟 Adams 超军规防摔手机壳，可以让你看到 iPhone 15美美颜色，又不会牺牲保护力。Elos 跟 Adams 手机壳采用12颗边角防摔气囊，可以有效的吸收冲击，另外有达到16英尺高空超军规防摔保护。Elos Adams 手机壳有透黑跟透明2种款式，那材质呢采用了抗
泛黄复合材料，也提供泛黄换新保固 ，ALOS 5年 ，ADAMS 1年。iPhone 15可以先把手机壳和挂绳买好，手机一到货就手机壳可以提供保护力，不怕摔到喽。另外呢 ，Mac Easy 也给苹果妹观众独家折扣码，现在小到 Mac Easy 官网输入折扣码 Apple Mate 即享92折折扣优惠哦，大家记得要去使用哦。那除了上面这些按钮之外，其实还有更多选项是躲在哪边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排按钮。那你要叫出这一排按钮，你就是往上滑，不管在相机的哪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往上滑。那首先最左边2个按钮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就是闪光灯跟原框模式。那再来第3个按钮，这个是摄影风格哦。这个摄影风格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色调跟色温。例如说，有人可能觉得 iPhone 拍起来颜色比较黄的话呢，你就是可以进来这边设定成偏冷的色温。那这个跟滤镜有一点不一样，它是透过相机的调校，有点类似 Profile 或是 Preset 的感觉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在第4个按钮这边是拍摄的比例。那这边看到它有正方形跟16:92个选项。那其实不管你选到哪一个选项，它都是用4:3下去裁切，所以你也可以4:3拍完之后自己去调整。那再来下一个选项是曝光的加减值哦，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太暗或是太亮，就是可以在这边调整。再来这个时钟的选项是计时器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用脚架或是你要拍团体照的话，就可以在这边打开，因为它有3秒跟10秒的选项。那再下一个就是真正的滤镜了，那这个滤镜是有点偏后置的感觉。那我个人觉得 iPhone 滤镜偏有点夸张，所以用的人也不是很多哦。然后还有讲到15 Pro 系列，它在一般的拍照模式现在也会自动出现人像模式哦，就是当你今天在拍摄人像的时候，它的左下角有一个 F 会出现，那你点下去之后，它就会开启人像模式。那人像模式就是它会凸显你的主角，然后它会模糊背景，制造景深的效果。再来下一个，我们讲到这个白色的拍照键，它也是有暗藏玄机的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只要长按它就会开始录影，然后你一放开它就会停止录影。例如说我现在按住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往上拉放大，然后往下拉缩小。那现在其实我一放开它就会停止录影，如果你希望它一直录下去的话，你就可以往右滑，它就会一直录下去了。那如果我今天往左拉的话，则是会连拍，比如说我这样拉着，然后往左，那它没有声音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数字就是一直在跑。那再来下一个，我们就是讲到录影的功能。我们先切换到录影这边。在录影的界面，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些按钮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首先在右上角这个 HD， 你按下去之后，它就变成 4K， 就是可以调整画质这样子。那在右边就是调整帧率的部分，它可以切换60、24跟30。那这个数字越高，它的画面就会越锐利。那它使用的场合呢，分别就是如果你今天动作非常快，就要使用60。例如说你要拍摄别人跑步啊，或者是一些特技动作的话，可能就是选择60帧会比较适合。例如说你今天只是要拍摄一个人在讲话，或者是动作并不是那么激烈的话，就可以使用24或30。那数字越低，画面也会越柔和。那当然画质越高，还有帧率越高，它的答案就会越大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边这2个按钮，分别是闪光灯跟动作模式。那动作模式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今天想要更强的防守阵的话，就可以把它打开。但是其实 iPhone 录影它本身防守阵就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个选项其实我自己也不太会用，而且这个模式它是会裁切的，就是它为了达到更好的防守阵，所以它的画面会比较小。那再来下一个，我们来看到电影级的部分哦。那电影级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切换对焦点，然后制造前景深，其实就有点像是人像模式，只是在电影级里面你可以控制的项目又更多了。例如说我画面上面现在有2个主体，那我就是可以去切换，它就会用这个黄色的框框来标示说现在拍摄的对焦点在哪一个身上。那假设我现在拍电影级，然后我就可以在过程当中去切换我想要对焦的对象。那这些东西其实事后也是可以去调整的，大家就会看到它会制造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模糊的效果，就可以凸显出你要拍摄的主体。那我今天拍摄完之后，我就可以进到编辑。在编辑这边，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条黄色的长条，它上面有3个点，这边就是可以去编辑对焦点的切换。比如说这个瞬间我想要切换对焦点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它移过来，它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圆圈这样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家里想要尝试拍大片的话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可以非常简单的制造出非常精致的画面。那在电影级的录影画面，它上面一样可以选择画质跟帧率，这边可以选择 4K 或者是24跟30 frame。那在左边的这个 F 就可以调整它的景深程度，它下面会出现这个横轴，你就可以来调整说它景深要到哪边。那再来我们看到慢动作的部分，大家看到右上角呢，这边它现在最高是只有支援到 HD， 然后240帧。那240你按下去可以切换成120。那慢动作你进到相簿之后，你也可以去调整它放慢的片段。例如说我现在按编辑，你会看到下面这边有一个长条状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很密集的地方就是一般的速度，这些间隔比较大的地方就是放慢的地方哦。所以你就是可以按住这个长条来调整说你想要放慢的地方在哪边。例如说我想要这一段放慢的话，我就是可以把它调整成这样子，然后我
播放的话呢，它就会在这一段去放慢它的速度这样子。那在慢动作的下一个就是缩时摄影，那缩时摄影就是可以用来拍，例如说日落啊、日出啊，或者是城市的那种街景，就是把时间浓缩到一小段这样。那这个部分你手机一定要在定点，例如说装脚架，或者是你把它放在固定的一个地方。那再来我们看到最右边的2个选项，分别是人像跟全景哦。人像的部分它里面会有不同的灯光可以选择，但是其实一般很少用到，因为你会发现它有点太夸张了。再来下一个全景，就是当你今天想要把全部的美景都拍摄下来的话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。那拍摄的方式就是你按下去之后呢，它上面会有一条线，你就要对着那条线去移动你的手机。那你会发现它的箭头在上下晃动，你要保持它在这个线上，然后去移动你的相机去拍摄风景这样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相簿里面的选项了。在相簿里面它是按照时间来排序的，如果你想要看到最早的照片的话，你可以按一下电池这边这个区域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来。除此之外呢，你也可以透过2只手指头把它缩小。那在照片这边你点进来之后，按一下右上角的编辑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可以调整的项目哦，就是下面这一排按钮。那里面呢，你也可以选择自动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去修图。那里面一些更细部的部分，就是可以看你自己的喜好去调整。还有呢，就是在下面这边也有其他的按钮。首先第一个是原框照片，我们刚才有讲过了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瞬间去设为你的主要照片，或者是这边有滤镜跟裁切的选项可以调整。那在裁切这边，你就是可以左右颠倒，或者是翻转，在左上角这边。那在右边这边还有更多预设的裁切大小哦。下面它这边就会出现，例如说9:16啊，或者是正方形等等的大小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自由拖移它的方块大小。那再来右边这边有一个笔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可以做标记。今天想要在上面写字或者是画画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。那这个画画它也可以自动侦测形状，例如说你今天画一个爱心，然后你按住不放的话，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爱心。然后正方形按住不放，画完之后你要停在那边，它就会帮你修正形状了。然后在右下角的部分点进来，还有更多东西可以加入哦，文字啊，或是签名档等等的。那再来还要讲到一个功能，叫做拷贝跟贴上编辑样式哦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例如说你今天修完一张图片，你想要把你修的这些项目全部套用到其他照片上面的话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。首先按一下右上角3个点点，这边有一个拷贝编辑项目，点下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到照片这边，我们去选你想要贴上编辑项目的照片，例如说这3张照片，然后按右下角3个点点，这边就有一个贴上编辑项目，它就会自动去套用你刚才编辑的内容了。比如说你有调整曝光的颜色，它就会自动套用上去。再来下一个就是隐藏的部分，就例如说你今天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，然后你想要把它从这个相簿隐藏起来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先把它选起来，然后按这个隐藏。那它会跑到哪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在相簿这边。先回到这个相簿的画面，然后滑到最下面，这边就会有一个已隐藏，点下去之后它会要你解锁。那除了这个已隐藏的相簿锁起来之外，最近删除的照片也是锁起来的。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如何找到你之前拍过的截图或者是影片。首先一样是在相簿的这个选项点下去之后往下滑，这边你会看到媒体类型，它会依照不同的形式把它分类出来。例如说截图就会有它自己的分类，然后影片也会有它自己的分类。那你点进去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要的东西。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就是宠物现在有自己的个人档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相簿的这个选项下面啊，这边会有一个人物与宠物，有没有？它会自己去分辨哪一张脸有哪些照片，它会全部归类出来。那现在宠物也有自己的档案了，例如说这个猫，它就会自动辨识出来，这里面都是同一张猫的照片，而且这边你还可以帮它命名，例如说我的猫叫 CC，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，你就超级可爱。而且不同宠物它会有不同的个人档案，就是它可以辨识出它是不同的脸这样子。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相机设定的部分哦，这边我们会讲到如何打开4800万像素，打开 ProRes， 打开 ProRAW， 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深入的用法哦。首先我们打开设定，往下滑，我们去找到相机的这个选项，再来选择这个格式。在下面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ProRAW 与解析度控制项目，这边就会出现这个预设专业格式哦。点进去这边会看到 HEIF 跟 ProRAW 2种格式，那这2个是差在哪里呢？首先就是 HEIF 它的档案是 ProRAW 的1/10，那也是一般人会比较好用到的一个格式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拍摄4800万像素，就是选择这个 HEIF Max。那这个 ProRAW 是留给一些专业人士，他会保留比较多的照片细节，让这些人事后可以去调光调色用的。那这边设定完之后，我们打开相机，你就会发现它这边就会多一个按钮。
然后长按你就会出现刚才的那些项目，你就可以直接去调整。或者是你很常需要开关4800按上诉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直接按下去，它就会把这个 HEIF 关起来。关起来的话就变2400嘛，然后打开就是4800。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ProRes 的功能哦。ProRes 一样是给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可以让他去后置使用的，它一样会保留比较多的影片细节。那现在 ProRes 它也支援 Log 模式了，大家看到下面这边点进去就可以选择 Log。那一样这边设定完之后，我们进到相机的录影，它上面就会多一个 ProRes 的按钮，就可以选择说你什么时候要拍摄 ProRes。那 ProRes 因为它的档案非常的大，所以在这一次 iPhone 15他们也多了一个功能，就是让你可以外接硬碟来录制 ProRes 哦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Log 模式，它录起来会整个灰灰的。那是正常的，因为它需要透过后置去把它真正的光还有颜色调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相机教学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很想要知道其他 iPhone 技巧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许愿。那另外一些比较生活化内容，我都会放 Instagram， 欢迎去追踪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